风暴来得毫无预兆，一条消息点燃整个网络。2025年刚刚启程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余温里，一切似乎都在稳稳前行。就在大家以为娱乐圈会迎来一段短暂的平静时，一则关于刘宇宁与祝绪丹疑似恋情的消息猛然炸开，像一记重拳砸在水面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传了2年，早就在一起了。短短2句话立刻冲上热搜，也把无数吃瓜群众的注意力牢牢抓住。原本只是微弱的小火星，却在一夜之间被好奇的风吹成燎原的烈焰。有人错愕，有人狂喜，有人冷笑，有人立刻开始深扒，有人直接吃瓜到位。但更多人是彻底愣住的。这2位明明八竿子打不着，怎么突然谈了2年？风暴就是这样毫不讲理的袭来，被无限放大的巧合。要说这次恋情风暴的源头，其实荒诞的几乎让人发笑。所谓的内幕爆料只有2点：一，两人在某次直播里短暂互动；二，祝绪丹关注过刘宇宁工作室的账号。就这，但爆料号不这么想，他们把这2条轻飘飘的线索硬生生拼成一条逻辑严密的恋情时间线。2021相识，2023相恋，合作产生感情。听上去确实有故事感，可细想根本站不住脚。明星直播互动是常态，合作期间关注一下对方团队更是礼貌与工作所需。硬要把这些普通动作解读成恋情证据，只能说想象力是真丰富。于是一桩空无的传言被加工成似乎很可信的爆点。这场风暴并非凭空生成，它踩中了3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刘宇宁曝光度极高。今年他连播2部作品，与多位女演员的对手戏讨论度很高。曝光越多，关注越多，随之而来的猜测也就越多。第二，祝绪丹的气质温柔安静，容易让合作对象产生适配感的幻想。当他与谁合作，对方都会因此获得额外的关注与想象。第三，流量时代下，情感话题最容易引发共鸣与传播。一些账号只要抓住一点蛛丝马迹，就能凭空制造出一个故事。当好奇与误解交织，传言就这样顺势生长。网友开始逻辑追踪，风暴越猛烈，就有人越想找到事实，可结果却让吃瓜群众越看越迷惑。没有同框，没有合照，没有私下活动，甚至连基本的暧昧瞬间都没有。网友们开始觉得，这不像恋人，倒像同事关系，也谈不上特别亲密的那种。更严谨的人甚至列出时间线、通告安排、拍摄日程，一条条对照。结论一致，2人恋爱的可能性比中彩票还低。于是话题下出现4种人：怀疑派，这也能磕；相信派，我就觉得甜；吃瓜派，反正有瓜就行；理智派，无聊到家了。舆论像被扔进洗衣机，不停旋转翻滚。一句普通朋友，风暴直接熄火。讨论最激烈的时候，双方终于出面。刘宇宁发声，只是普通朋友，请不要过度解读。祝绪丹也发布内容，希望大家不要把简单合作无限放大，干脆清晰无缝隙，没有暧昧空间，没有模糊表达，没有给谣言一丝生存机会。网友纷纷点赞，这回应太干净了，果然是成熟艺人，处理方式利落，是我喜欢的清醒与专业。在这个时代，比解释更重要的是直接说出真相。刘宇宁近几年的人气一路攀升，他身上有很多标签：唱得好，演得稳，反差感强，情绪管理优秀。曝光度越高，风险也越大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成暴风圈。而他选择的态度只有一种：不回避，不冲动，不情绪化，只简单澄清事实。这是成熟，是职业，更是对团队和同行的尊重。祝绪丹同样保持一贯的温柔清醒，一句回应就把所有幻想戳破。不卖人设，不打暧昧牌，不制造噱头。他们用行动告诉外界，注意力请回到作品上，而不是虚构的恋情上。一个公众人物最打动人的部分，有时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他们面对误解时的姿态。这次事件
两位演员体现出的理性与克制，其实远比绯闻本身更值得被记住。它提醒我们，公开场合保持清醒是一种力量，面对谣言选择体面是一种智慧。吃瓜可以，但不能成为伤害别人情绪的工具。或许这些价值比任何恋情爆点都更让人深思。对艺人而言，流言、误会、放大镜审视，这些都是必修课，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道路。在这次事件中，他们没有慌乱，没有回避，也没有激烈情绪，他们只是平静站出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这不是被动防守，而是主动选择。风暴之后，他们依然能继续前进，而大家也在反思，我们喜欢艺人，到底喜欢的是八卦，还是喜欢他们对事业的坚持？是幻想中的人物，还是现实里努力着的他们？这些问题让这场瓜变得有意义。当热度逐渐冷却，人们才慢慢意识到，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虚无的猜测，而是那些被时间检验的东西。真正留下来的是他们踏实的作品，是他们不断进步的演技，是他们面对风波时展现出的成熟力量，也是他们坚持职业操守的坚定态度。娱乐圈的风从未停止吹拂，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绯闻、新的话题、新的误会突然冒出，但风再大也吹不走真正扎根的人。经历过这次事件，他们的公众形象没有被削弱，反而因为直率与清醒被更多人重新认识、重新欣赏。舆论像潮水，会涨也会退，但真正能陪伴艺人走下去的是作品，是实力，是持续的努力，而不是昙花一现的热点。越是喧嚣的时代，越能看清谁在坚持价值，谁在沉淀力量，谁在用作品发声。这才是真正会留在观众心中的东西，也是未来能让他们走得更远的底气与支撑。风暴会走，真实永存。这一场突然的恋情风暴像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公众的好奇，媒体的逐利，网络的敏感，也照出了艺人面对谣言的方式。刘宇宁与朱旭丹用一句话告诉大家，真实比热闹更重要，清晰比浪漫更珍贵。愿每一个被关注、被误解、被议论的人都能在风暴中稳住脚步，坚持自己。如果你愿意看到这里，说明你愿意倾听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而不是停留在碎片化的情绪里。感谢你的耐心，你的思考，你的理解。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公众人物应该如何面对流言？你又是如何看待这次突如其来的恋情风波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、关注、留言、分享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继续讲好故事的动力。